我们领教了世界是何等凶顽，同时又得知世界也可以变得温存和美好。有人说，这些温存和美好的来源是身边有一个随时可以打扰的人。可现实情况却是，身边认识的人虽然多，能走进心里的却没有几个。可以长久停留在心里，同行一生，同尝欢欣，同担苦难悲伤的，更是可遇不可求。随时可以打扰的人，你身边有吗？之前我在文章里跟大家说，成年人的感情都是易碎品，不管是主动碎的、被迫碎的，还是无故牵扯碎的，总之是很易碎的。那些以为来了就不会走的人，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，出了门就没再回来。无论我们乐不乐意，能不能接受，这世上的缘分和机遇就是这样。有远道而来的相遇，也会有猝不及防的离开。前段时间的热播剧《人世间》，周蓉当初为了冯化成，不惜背井离乡，抛弃父母亲人，只身一人前往贵州，以支教的名义奔赴爱情。和冯化成在一起的日子，即便朝不保夕，食不果腹，他也依然感觉幸福快乐。贵州的深山老林里，破败的临时教室和家，是他全部的精神支柱。父亲反对他们的婚事，他就先斩后奏瞒着所有人，跟冯化成偷偷结了婚，还发誓说这辈子无论发生什么，都绝对不会离婚。可是相爱容易相守难，婚后生活中，他们经常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争吵闹矛盾。周蓉看冯化成的眼神不再像从前那般温柔崇拜，而冯化成对周蓉呢，也早没了往日的呵护和温存。最终两个人还是离了婚。世间好物不坚牢，彩云易散琉璃碎。人跟人的关系也像天上的云朵，聚了散，散了聚，聚散离合都有时。那些曾经日夜相伴、推心置腹的人，后来在各自的生活里都慢慢淡了联系，失了亲密。那个说好要一起走到最后的人，在人生的某个分岔口也拐了弯，渐行渐远，直至彻底消失在人海，再也不见。五月天在歌里唱，飞过人生的无常，才懂爱才是宝藏。经历过聚散就能明白，人跟人的感情并没有那么坚不可摧。我们都会希望身边有一个随时可以打扰的人，希望可以从他身上获得依靠、温暖，还有对生活的动力。希望他可以一直对自己不离不弃，无论怎么麻烦和打扰他，他都不会厌烦和嫌弃。但在现实生活里，有多少夫妻经不起打扰？就像是《30而已》里的陈宇和钟小琴。钟小琴每次给陈宇发微信，他有时候隔很久很久才回复，有时候干脆就不回。每次钟小琴说让陈宇来接他下班，他明明在家里无所事事也不乐意去，就让他自己打车回来。钟小琴生日那天，陈宇在外面应酬，小琴翘首以盼地等待着他，可电话打过去总是占线，微信发出去也没有回应。等待落空，失望来袭。他一个人冒着大雨走在大街上，眼前浮现着自他们结婚以来相处的一幕幕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们之间对话越来越简短，微信上没有了表情包，电话里没有了问候，所有交流3个回合之内必结束。
陈宇越来越反感钟小琴的请求和打扰，钟小琴呢也越来越独立，凡事都不愿意再去打扰他。他们就这样在各自的疏远中，慢慢地给关系画上了句号。不重要的人没有资格分担孤独，太重要的人又不敢轻易打扰。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，可我想说，如果是真正爱你的人，他是不会排斥和抗拒你的打扰的。因为在他心里，你坏情绪的倾诉和发泄，你偶尔的小雪轰炸，或者你平时的碎碎念念，都是一种爱的体现。只有不在意你的人，才会讨厌你的打扰，对你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经不起打扰的感情，不要也罢。演员王志文说过一段很经典的话，是有一次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被问到，怎么这个年纪了还没有结婚？他说没遇到合适的。主持人问他怎样的才算合适，他说随时随地能跟我聊天说话的。世人万千皆相似，最难有人懂你心。理解并且懂得你，又可以让你随时打扰的人，一个就够了。在他面前，你可以褪去伪装，卸下心防，不必逞强。生活的困扰，工作的烦恼，情感的得失，所有藏于内心无处可说的欢喜忧悲，你都可以跟他讲。你欲语还休的心事，他能理解；你脱口而出的言不由衷，他也能包容。你们可以随时互相打扰，不是因为时间充沛无所事事，而是你们真正把对方放在心上，你们会重视彼此，在意对方。随时可以打扰，是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的特权，是例外和偏爱。这个世界上真经易求，真情难得，遇见爱，遇见性都寻常可见，唯独懂得，稀罕且难寻。一书曾说，城市中人高朋满座，客似云来，然而真正能倾心交谈的，就未必有两三个。我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活成了一座孤岛。人跟人之间总有一堵无形的墙，把我们自己困在安全领域内，自己出不去，别人也进不来。也正是因为人际关系和情感的脆弱，于是也越显得有一个随时可以打扰的人有多么重要。身边有这样一个人，就像生活中有了一束光，他的光芒可能不够耀眼，但却能够给你恰到好处的温暖。